时代的叙事里，运动与科技是奥迪为自己，也是为行业写下的法则。都说致敬传奇的方式，从来不是重复传奇，而是创造下一个。116年来，首次启用全新品牌奥迪首款车型 E5 Sportback， 究竟是新纪元的开篇之作，还是旧荣光的电动助讲？哇，这还是我认识的奥迪吗？今日我们请来了一位强大的异界对手极氪007 GT， 看一下新能源时代下的奥迪到底还能不能打。Hello，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男选的车，我是吴楠小姐姐。那这次我们的男选的车呢是一期双车对比的节目，而这期节目呢我自己非常的期待，主要是因为什么？这台车这是前不久刚刚亮相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奥迪，它的首款纯电动汽车 E5 Sportback。那最近的关注度非常的高，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的新能源市场非常的卷嘛，那么这台车能不能在如此卷的市场当中杀出自己一条血路呢？所以我们的同事专程找来它的新品车型，就是极氪007的 GT。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外观、内饰、空间、配置、操控几大方面进行一个全面的介绍。而本次我们的对比测试呢，绝对是非常的公平公正。为什么？因为我是这两个品牌的车主。好了，我们的测试马上开始。咱们先来看一下极氪007 GT 的外形设计啊。那么这台上市不到半年的时间，看起来依旧是一见如故，就跟他们家的七系家族整个外形的设计是如出一辙。比方说007啊、7X 啊，都是长成这样的。当然，如果你说我想要更加个性化的话，可以在这里选择他们家的智慧灯幕，然后可以自定义各种图案，很有仪式感。整个外形的设计我觉得比较的简洁，你看车身侧面很简洁的线条，然后后面是有个溜背的设计，一个小鸭尾，也是保留了一些运动的元素。外形设计线条更简洁的话，其实我觉得它耐看度就会更久一些。接下来车内去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坐到了极氪007 GT 的车内了，我觉得整个内饰的设计呢，其实跟外观是一样，都是简洁、时尚且精致。然后我觉得为了突出 GT 的这个版本呢，它其实在很多地方做了一些点缀，比方说方向盘，你看橙色的这种点缀缝线啊，然后这两个把手呀，包括我非常喜欢的安全带，这个橙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然后这台车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奶油灰，我觉得这个奶奶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前方它的设计感就突出了，你看这个仪表盘是这种圆弧状的，这个屏幕呢是15.65英寸的，跟我那台极氪009是一样的，它是内置了一个8295的芯片，具备 AI 大模型，这个反应的速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下方是一排物理按键，我觉得方便我们去盲操作。这台车整个设计的思路是精致，然后且实用，我觉得它能够满足日常使用的一些需求，包括整个的审美也是能够满足大部分的这个眼光。咱们再来看看奥迪E5 Sportback 整个外形的设计啊，我觉得这台车子的设计真的可以让你眼前一亮。它基本上是把那种概念车还原到了量产车子上，而且你完全看不到之前奥迪身上的影子，是完全颠覆型的设计。那么在这次它整个外形上有很多小心思，这4个英文字母是自带发光体的，然后它在引擎盖上又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你看是这种挖孔型的。那除了能够营造出非常运动的视觉效果之外呢，还能够降低咱们的风阻，你就不用额外的花钱去选装了，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奥迪呢是老牌的灯厂，所以说在灯光这一方面呢 ，E5 这次真的是做到了颠覆型的创新。前后有942颗灯珠组成了环形的星钻光幕，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不落俗套。车身侧面我觉得它借鉴了一种瓦罐车子的设计元素，就看起来比较的优雅。你看整个车身非常的低趴和宽体，因为它是出自于德国的设计团队，所以整个的氛围感是很像德系豪华运动车子的那种属性。所以我自己也是一台奥迪的电车，就是奥迪的 RS e-tron， 当时我真的是冲着颜值把它直接给入手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到内饰去看一下这台车内饰是不是更加的颠覆。我觉得做到E5 Sportback， 它车内已经不能用科幻感这3个字来形容了。我刚刚见到的时候真的是大吃一惊。我觉得先一定要谈到整个内饰的材质方面，就它整个车内有多种材质，比方说织物啊、鸡皮绒，然后这个真的是有点像那种实木地板，而且它是浅色的。这么多的材质混合在一起之后，你竟然没有觉得有任何的违和感，要不出手，要出手绝对是惊掉你的下巴。然后前方这块屏幕呢叫做超感广域屏，这个屏幕非常的大，我们平时在导航啊、观影的时候看起来整个的视野效果非常的好。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内置是高通8295车规级的芯片，整个的软硬件的实力都是非常的顶尖的。那么副驾有人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广域屏可以独立分区的，变成副驾的专属娱乐屏。除了大屏之外呢，其实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有不少独特的设计，比方说这个奥迪语音助手曲面屏，就通常我们看到很多品牌都是那种卡通形象啊之类的，比较千篇一律，但是这次奥迪真的是不一般，语音对话啊、播放音乐的时候呢，都能呈现出不同的动画效果。最重要有一点，它竟然还有很多彩蛋。
仔细看，我画一个小小的爱心，然后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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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设计师的这种巧思真的是藏在一些细节里，就好像人家说对你的爱永远都藏在一些细节里一样。然后这个下方我觉得比较特别，因为手机是有灵动岛的嘛，它这边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智慧岛，它可以控制这个大屏。对，然后左右两边它是一个旋钮嘛，这里呢可以自定常用的一些功能。相比较单一的实体按键来说呢，我觉得更加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刚刚呢已经详细的介绍了这两台车整个外观和内饰的设计，但至于设计感这件事的喜好问题呢，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但这两台车呢都是主打什么运动型的猎装车，所以呢动态表现相信大家都比较的关注啊。我们今天的地点呢专程选到了南京的秋名山，大曲率的过弯，连续弯道还是挺难的，能够展现出一台车它整个的动态侧倾的这种表现。当然了，除了我之外呢，依然邀请到我们同事了。我们接下来的游戏呢，依旧是我们节目的招牌游戏蒙眼手持乒乓球，硬核实力马上开测。我们先开的是极氪007 GT 啊，准备好了吗，梅姐？好，3、2、1，开始。你蹲这么稳吗？我这个速度是在80码左右，全部都是大曲率的弯道。我听到稀碎声了。好，你可以睁开眼睛，梅姐可以数一下了。掉了31颗球，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看奥迪E5 Sportback 到底表现怎么样。准备好了啊，梅姐，3、2、1，走！前面就到了这个大弯道了啊！哦，好啦，我们结束喽。结束的时候晃了一下是吗？刚刚的游戏已经玩完了，我们刚刚是以相同的速度，然后相同的路线进行 PK， 然后以掉球的结果来说呢，奥迪E5 Sportback 是掉了10颗球，然后007 GT 呢是掉了31颗球。刚刚其实在整个的驾驶过程当中呢，真的发现两台车都很好开，但是呢，在连续过弯或者是大曲的弯道的时候呢，确实两台车整个侧向的支撑力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们这的试驾车都选择了大家购买力比较多的这个后驱版本。奥迪E5呢，它的账面数据我觉得还是挺有优势的，后电机它这个扭矩呢是达到了500牛米嘛，比007 GT 440牛米确实高出了不少。然后在实际的驾驶过程当中呢，会明显的感受到E5在整个加速的体感，它的平衡性和线性做得非常的不错。然后你在踩它的制动大板的时候，会发现很适中，就哪怕你是第一次驾驶它，你会比较容易上手。所以小时候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奥迪的车很像傻瓜相机啊，谁开都能开。操控性上呢，这两台车其实都是前双叉臂后5连杆的悬架嘛。007 GT 的话，它这次多了一个悬架阻尼调节的功能嘛，所以它底盘软硬是可调的，根据不同的路况呢，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的驾乘状态。而E5呢，我觉得它是延续了德系豪华品牌紧致、充满韧性的特质，所以说刚刚在过弯的时候，我觉得啊，我的驾驶技术还非常的好，而且还采用了性能车非常常见的前后越洋组合的胎245，然后后轮呢是285，整个能够提升它的操控表现。如果你对性能有进步的要求的话，其实奥迪E5它还有个智能4驱的版本，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独门的 Quattro 技术，再加上双电机，带来是3.4秒的极限加速，还可以实现前后轴动力0到100%的无级分配，扭矩调整呢是10毫秒级的，2驱到4驱切换仅需100毫秒的软件算法，自动适应像雪地呀、泥地呀、高速弯道等等全地形，然后再加上后轮转向以及它的 CTC 悬架嘛，整车联动，提前能够预判前方的道路的状况。简单的来说，前方的路况是什么样，你不需要怎么样去调节，它就会自动帮你分配到最好的这样一个动力的状态。刚刚呢，其实比拼了这两台车整个的操控性能，接下来要做什么？就是 NOA 大测试。因为新能源车的时代呢，如果不谈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话，就不算是新能源车了。所以接下来开起来看一下这两台车 NOA 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开的是极氪007的 GT 嘛，然后这条路段也是我们节目时常测试的路段，它非常的复杂，除了有各种弯道大曲的过弯之外呢，突发情况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这两台车我们都会以相同的这个路段，然后进行测试，就看一下谁的接管次数会更少一些。好了，看一下极氪007 GT 的表现。好，它的 NZP 已激活了。目前为止，左边全部都是社会车辆，然后它会临时有走路的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哦，巧妙的避让了一下。哦，sorry，
是我自己自主介入的，然后我有点担心它离它太近了。然后前方这个自行车它还在，看一下这台车接下来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Sorry， 我还是再来一次啊！过这种大曲率弯道的时候会借道压线哦，离对向车太近了。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完成它这段路它的 NZP 的这个测试，我觉得还是挺惊险的。然后刚刚我是自己主动接管了4次，可能就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比方说，它有些时候在过大曲率过弯的时候，车身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在正中间，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试驾车的问题。接下来相同的这个路段，然后我们看一下E5的 Sportback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接下来就到了这个E5的 Sportback 这台车子了。大家都知道豪华品牌之前在这个方面表现都是非常的平平无奇，包括我自己那台 RS e-tron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智能驾驶辅助可言。那么这次这台车呢，是首次在豪华品牌当中首个全系标配激光雷达的车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感受一下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它打开它智能驾驶辅助的这个方式呢，非常的简单。然后方向盘的左手边有个 on， 有个 F，on 呢就是打开，而且这台车目前为止据说是可以实现城市加高速全场景的 NOA。之前有老师说他们体验过，说这台车现在目前为止的智能驾驶辅助基本上媲美国内的一线这种新能源智能驾驶辅助的水平了。因为我没有试过，今天第一次试，我们来感受一下。好，辅助驾驶已激活，它现在已经激活了，然后社会车辆速度比较慢哦，减速了，在4级通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刚刚007 GT， 然后失误了，哇，有难度哦，可以过来了。左右两边都是社会车辆，然后它徐通过了。大家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连续弯道，哇，很丝滑。这个连续弯道没有任何一点点压线，完全没有。然后前方是有临停车辆，看它的状态。No， 逆向临停，但是它没有去借道超它。我们再继续打开。现在真的是突降大雨，电闪雷鸣一瞬间，然后增加了整个它的智能驾驶辅助挑战的这个难度啊。然后我们现在还有2分钟即将到达目的地，然后看这台车最终的表现怎么样。哦，接管了，到达目的地了啊。那我们这段路的体验就结束了，整个全程接管是算得上最后那次算嘛，就是2次。有点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就是它整个在全程的过程当中，完全是把车子非常居中的在它自己的车道之内。这还是我认识的奥迪吗？刚刚呢，完成了这2台车子的智能驾驶辅助的测试，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测试结果。007 GT 呢全程接管是4次，然后奥迪的 E5 Sportback 全程接管是2次。那虽然说我们这个测试这一代有很多的偶发性，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觉得奥迪 E5 给我的整体的这种惊喜感是非常强的。首先它的表现是非常的稳健的，整个的规避动作做得非常的好，而且这台车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在大曲率弯道的时候根本是没有那种左右画龙摇摆的这种现象，就很像一个老司机，所以给了我强烈的安全感。而且这台车呢也是跟头部的智能驾驶的这个供应商蒙蒙塔进行了深度的合作，基于飞轮大模型的辅助驾驶方案，软硬件的实力，我觉得它整个的表现可以说在新能源的汽车领域都是一线的这样一个水准。那么其实这2台车呢，整个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奥迪呢是纵横全球的100年豪华品牌，在燃油车的时代已经印证了自己的硬实力了；而在新能源的时代呢，继续突破自我。而极氪呢是近年来快速凸起的传统新势力的代表。从车型上来说呢，像极氪的007 GT 呢，更像是007轿车的一个补充版本，带有非常浓的家族的基因，非常注重驾驶者的操控感，是一款运动范儿非常强的猎装车。而奥迪 E5 呢，整个外形和内饰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引人入目，而且还保留了豪华品牌非常独特的精致的元素，包括人性化的一些细节设计。同时，重点来了，就是刚刚我们测试的智能化的表现是大幅度的提升和进步了。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同级别非常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准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它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水桶车。传统豪华品牌的这个品质依旧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好了，本期呢我们的双车对比试驾就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下一次你想看什么车型的对比，评论区告诉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